某某董座警告，狼真的来了哦！跨境电商即将强烈冲击台湾电商市场，政府应该立刻行动。嗨，我是电商 Tony 陈，现在你听到的是新冠之声哦，他妈我又确诊，这东西还能这样确诊又确诊哦，然后其实都没什么问题，就是讲话有这个声音这样。嗨，我是电商 Tony 陈，那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们会比较深入的去分析电商市场。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是未来可能的发展。我们上一支影片讲了某某出大事嘛，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这一集我们就来聊某某董事长喊话，政府要保护台湾电商。这是我们来聊一个新闻哦，标题我念一下：某某董座蔡明忠先生谈电商，愿政府能把门户守紧一点。我不是常常在讲吗？对啊，所以我们业内人士的看法是一致的啊，就不是说放任外面的巨头就这样子冲进台湾，然后嘎嘎乱杀啊，人家进来这样开这个无双啊，对我们台湾中小企业有什么好处？又遇到美国关税，很惨很惨，真的是很惨。内容我简单讲一下哦，5月27号是富邦美的股东会，就那个某某哦，就有人就问蔡明忠董事长说，怎么看美国关税这个议题？那他是说某某都是做内需，对了，内需没有做外销，比较不受关税影响。然后重点是后面这个来我标起来了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美国已取消小额包裹免税额，这就被吸引啊，那么乱到爆炸这样那相信很多国家也会跟进。目前台湾对跨境电商小额包裹的关税管制还是非常的松散2000块以下包裹，2000块是台币2000块以下包裹就没有课征关税那你就进来那就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从海外购物的跨境电商对台湾本土电商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好，这个我说明一下那个反正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卖到美国的小额的包裹都是要关税的。好，那这就是变相的，美国就是把门槛立起来就对了，保护他们自己本土的厂商。我们台湾目前2000块以下是你就进来就没关系这样。好，那我们希望去把这个，比方说多少钱以上，比方100块以上，那就要去做这个，或是完全取消。你只要是进来的包裹，我都要有关税的这个步骤。待会你会看到非常多国家的做法，我讲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否则对台湾本土电商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你看这个就证明了我们上一集在讲说某某的营收会掉，是因为谁的影响？跨境电商。不然为什么他会特别点出美国已经取消小额包裹的免税额，然后台湾是2000块以下的免税，这样他不会特别去把它点出来啊，对不对？那现在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地方需要调整，否则会造成国内的电商生存危机。这样你不要想这个影响不大来，我问你，酷鹏的跨境多少免运？我说的是运费，不是什么免关税运费的话是699台币淘宝呢99块人民币，那个女生衣服这样加一加就超过了。依照现在的汇率99块人民币大概400多一点而已，就500就从中国进来了。好，那为什么他们不是设定要2000块免运呢？那他反而都是设定对台币都是几百块这样不就是为了我们的2000块以下关税小包裹，就是跟你说你要分批买是没有不行那你就是拆成3到4个订单就都不用报了，就可以直接进来这样。好，所以你要知道美国对跨境电商的态度是怎么样接下来讲世界各国。好，那美国在川普掀开关税大战以后，现在在各国在面对跨境电商的态度，因为各国对那个跨境的商品称呼都不一样了为了方便理解，我以下直接都叫做跨境商品这样跨境商品。写这个稿子的时间是5月28号，如果在这个之后还有其他的剧烈变化，我会再拍一集来讲。首先就是美国美国真的很派真的很凶美国正式取消来自中国与香港价格在800美元以下的跨境商品免税条款。你看美国之前多好800美元以下这个换台币已经多少了那进去都这样子免税条款。本来这些免关税的要缴多少至少要200美元的惩罚性关税就这样你看这很夸张你800美元以下的跨境商品现在怎么样都要缴至少200美元的关税，那这个商品怎么还进得来，对不对？然后这样不是就会带来商品涨价吗？沃尔玛就开第一枪了，说因为关税的关系，所以他们之后的商品要涨价了，然后怎么样
那很夸张，就沃尔玛的新闻你有没有去关心？就是他会列那个明细，然后明细直接把关税写出来，就是要来呛那个川普就对了沃尔玛的立场就是没有，我也是被逼的，你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成本消费者看到就说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税那么贵？然后果不其然，川普就来干他了你看标题我念一下，川普怒呛沃尔玛别想涨价，把关税自己吞下去。然后内文写什么？沃尔玛应该停止把关税归咎于整个供应链涨价沃尔玛去年赚了数十亿美元，远超预期。沃尔玛应该自行承担关税，而不是向有价值的顾客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会盯着你们的，你们的顾客也会，对不对？这种用词用语就很川普这样非常的呛那现在沃尔玛是服软就吞下去这样，所以很明显，川普现在关税这条线怎么样踩得很死，叫大企业给我吞就对了那大企业都吞了中小企业嘞你们就自己认了吧，不然你斗价钱，你斗成本，你怎么赢得了这个巨兽沃尔玛那再来你要知道其他国家怎么处理跨境商品。接下来我们来讲欧盟欧盟之前是150欧以下的跨境商品就免征关税，那现在第一步嘞先征收2欧元的海关处理费，就是不管你进来你就是2欧元的海关处理费就要先缴2欧多不多？不多算了一下大概69块台币。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卡商品，就是不管你哪国，你进来的那个跨境商品进我欧盟，我就是要走一道审核的程序。那你也知道欧洲的作业效率是怎么样所以我乱讲，就是这个审批的流程就会让它卡住就对了可能要走个1-2个月或3-5个月。然后你本来是要买那个小孩的衣服，等审批完真的寄到你家，那个小孩可能已经发生了穿不下这个情况真的是这样好，那这个审核的程序只是第一步，它接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它要修法，它要把150欧的免税门槛拿掉，因为他们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倾销，只是因为他们要通过新法案旷日费时，所以才先出一招，我先弄一个这个不用立法的不用修法的处理费先卡着这样。顺便更新一下，现在川普看欧盟的动作这么慢他就放缓时间，他说延1个月给你，自己快一点这是政治。那接着你要知道英国是怎么应对的英国就脱欧嘛它独立自己一个市场。我们讲完欧盟以后，我们就来讲英国。英国现在也在研议要取消135英镑以下的跨境商品免税额以前是135英镑以下就不用钱嘛，这个叫做小额，查你没意思，浪费我的那个行政的成本就变成这样。结果这个刚好就变成一些来自中国的小商品，物美又价廉，对不对？淘宝、拼多多，对不对那些东西加一加，确实也都会在135块英镑以下，他们就进来了，然后变成说他们国内的中小企业一些小的零售卖小商品，它就很难生存。你看红线的地方，政府将加强英国企业提出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支持，改进贸易数据的监测，并加快应对进口暴增的措施。就是说我现在也受不了中国的倾销了来打击我自己国内的产业这样，所以我要取消跨境商品的免税优惠。然后还有一个很重磅的就是美国不是宣布跟英国谈好关税就是川普只收 10% 嘛，对不对？这是有前提的来，你看我画红线的地方，英国与美国上周达成贸易协议，同意配合美国第232条款调查评估特定进口商品是否对美国国安造成影响。不好懂那个我研究了一下，白话文讲给你，就是英国同意美国去审查他们进美国的产品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就这样。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还要避免中国跨境商品去用英国做跳板这样那英国居然敢同意这个条件你看。接着我们再来聊日韩的做法，东北亚我们先讲日本。日本现在已经在研议了可能会对1万日元以下的跨境商品要加征消费税。我未看先猜，应该也会落在差不多7月公布，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川普的什么90天关税暂缓实施期就会到期了。那我们再来讲韩国，韩国现在是价值在15万韩元之内的跨境商品可以免税，然后政府说会参考其他国家的状况，正在考虑是否要取消这个政策。他现在讲得很保守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是受益者啊，对不对？他现在除了在台湾嘎嘎乱杀以外，他的总部在美国，你知道，在美国的西雅图，所以你在美国也是买得到酷澎的商品。
那他如果直接说要取消这个跨境商品的免税门槛，被川普直接干飞，然后你卖那么多东西来我的美国，然后我的东西去你韩国你要课我税，就这样啊，你跟中国什么两样就之前中国的145%关税可能就会落在南韩身上，都不知道，川普就这样了。所以现在韩国异常的低调他就假装都没事，那其实是怎样拖时间啊？先看一下大家最后的共识是什么，然后我再来跟就这样。最后你要知道台湾电商要怎么应对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回台湾经过我刚刚这样的说明，你可以知道说各国现在对于这个跨境商品的关税态度之后，他们都是要挡的对不对？你应该就很理解为什么默默的蔡明忠董事长要特别在股东会的时候跑出来跟政府喊话，说要守紧一点，不要又让台湾电商再次血流成河啊。我们就先乱讲第一个情境是假设政府又慢半拍了，就各国的跨境商品的壁垒都已经树立起来，结果台湾还在继续2000块以下免税，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未看先也不用猜，对其他国家来说，台湾就是那个还留着奶与蜜之地。我跟你讲现在就是卖到台湾去就对了小商品卖到台湾去就对了，各国的电商都会冲进来进攻台湾的市场，尤其是这次被川普围堵的中国，跟之前就取得战机的韩国，这件事情必然会发生。那当然对消费者来说很爽对不对？可以买到一堆外国商品，又便宜又免税又怎样怎样的。但是长期来讲，夸张一点讲，台湾的经济会被掏空，钱会变成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就是这样。然后制造业直接 GG， 因为你做一个商品的成本已经比对方的售价还要贵，要怎么竞争？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个还没毕业的或是什么很无脑就是说没关系，我是消费者，我就是要买便宜，我管你其他人怎么弄，言论我们就不谈，那太无脑了那以经济以中小企业的角度，我这 B2B 频道，因为大家都是从业人员嘛就这样。好，那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不觉得最近电商也是越来越难做吗？你那个动不动好不容易开发出一个新产品，结果发现那个淘宝好像有平替，然后东西也不错，然后价格比你便宜那么多，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那第二个情境是说台湾也盖起关税的壁垒，你买外国的商品是不管多少钱你都要课税。好，这是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局面，至少怎么样？至少说我们的钱可以留在台湾，那台湾的制造业能够喘息。那到底活得好不好不知道，就要看跟美国谈的怎么样。接下来问题就是说，那电商的品牌这些到底应该何去何从？还是回到之前的建议发展自己的品牌？因为酷萌跟淘宝现在就在我们台湾这样嘎嘎乱杀嘛，大赚新台币嘛这些钱会流出去的会流回他们自己的公司流回韩国，流回中国这样，那又来祸害我们的这些中小企业，就会变成中小企业就没办法做了，真的没办法做。如果这个关税壁垒有被拉起来的话，我们台湾也不用干嘛，我们就是也是树立一点门槛的话，那他们就比较不好处理那我们就可以有一点点的喘息空间。台湾的市场接下来这个饼就会变大，至少少了那些外来的竞争者嘛，或是他们竞争的力度会变小，因为有关税的门槛成本在那边。那相对于台湾从业人员的饼就会变大，谁会吃到这个饼？又来了，斗价钱。你拿本土的商品来卖，你要斗价钱会怎么样？你会斗不过默默。那你去中国拿货回台湾卖，这条路现在也断了就是你不能像以前那么轻易去赚这个转手的钱就对了。而且现在没什么好转手的因为现在一堆中国的卖家他们都是不知道哪里去买一堆台湾的身份证来开虾皮店来弄都是这样的。要怎么杀出生路？还是要自己的品牌，做自己的产品，贴牌就贴牌。贴牌这件事情并不可耻就是你贴牌都一样，但是你在其他软性的地方你去深度一些服务，比方说 Apple 出了那个手机嘛，它不是出了一个 Apple Care 吗？像这种东西贴牌不可耻，真的每个人都富二代都有办法这样子直接开模做自己的东西所以说贴牌就贴这没有关系，还是要做自己的品牌，然后你在服务上或是后续的客户追踪上去下更多的功夫，做出差异化，消费者还是会买单的。你就不要这边讲说是原创或是怎么样，然后最后被人家抓到你只是拿淘宝现成的东西来卖。那我会说对于认真做品牌的人如果关税壁垒有被建起来有个中小企业喘息的空间那就是一个机会点，因为它的份额会空出来，谁能补进去是有品牌辨识度的人他才有机会补进去。所以最后还是回到你要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牌子都是这样，环境再糟你都还是有生存的机会。你没有自己的牌子环境好的时候
你也必须要去捡人家有牌子的人的边角料来吃哦。那环境不好的时候，对大通路来讲，蚊子再小也是肉，那你怎么会觉得他们这些大通路会留这些活路给你哦？就这样，还是要想办法成为品牌就对了啊。那成为品牌有很多的方法，不是说什么我要多么烧钱或者什么什么没的，可以参考 B to B 的做法。B to B 就是这样，就是没几个客户哦，然后客户的下单的那个单量都非常的大，那是怎么做到的？就很密集的客群的追踪。那现在有了 CRM 哦，就成熟的 CRM 软体。你要去自动化的去追踪你的消费者使用后的心得感受或回应那个抱怨，都是有办法的，不会耗用掉那么多的人力，从而去提升你的那个品牌的差异化跟辨识度。我之前也拍过影片绿藤生机嘛，它就会让他的购买者有那个参与感，我去做好事，我去行善还是干嘛哦，然后我会发信来讲，也不是说讲他的品牌促销，而是说他们拿了这个公司的钱，然后去做什么好事，为地球做什么贡献，让你觉得买这个牌子与有荣焉哦，这就是一种差异化的方式。讲八卦讲八卦。当然，我们电商是看起来比较 B to C 嘛，那其实这一趟的这个关税B to B 真的是死伤惨重，尤其是传产你那些半导体或是什么的，就是美国进也不是，不进也不是的那个东西，现在还 OK， 还可以跳舞干嘛的。但是比方说我乱讲，我们高雄这边的那个冈山螺丝产很惨啊，非常的惨就以前他们薪水也不是很高大概都4万块5万块，有点年资的。还有钢铁厂都被国外竞争，尤其是对面就被竞争的差不多了。我讲一个案例这个我最近看到的瓷砖瓷砖这东西你家都有你家应该是放在浴室厨房有瓷砖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我们台湾以前是世界的前5大瓷砖的生产国前5大然后我们台湾生产的瓷砖就比较好就比较硬，然后比较什么的。瓷砖是这样，它就是要烧嘛烧到它磁化，让它的空隙都不见所以它具备防水的性能。 OK 好，普遍大概烧这个瓷砖是从陶砖发展起来的就为什么是陶土你就烧的温度不够那你再继续给它加温到大概1000多度1320度吧，还是多少我忘了就反正1000度以上的话，它就会磁化就会变成瓷砖。然后台湾那时候产出的瓷砖说品质是好的，然后物美价廉这样子，比一些东南亚的砖好很多，因为我们就是把它的那个温度都把它烧到1000多度，然后在东南亚那时候的砖都在烧600-700度就这样，600-700度就是它很脆，很容易破。我们台湾还要用瓷砖的切台，要打孔，还要电钻什么的，他们都不用，他们都拿那种像玻璃刀的东西，这样划过去再凹就会断了就这样。瓷砖的强度差很多那曾经这个全球前5，现在国内瓷砖生产家只剩22家就你知道了那些什么冠军瓷砖白马瓷砖、马可贝里这些，大家都很辛苦真的都很辛苦。瓷砖业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其实不是这一趟美国关税，是一直以来的情况，就是说还有一个东西这就是我们国内我不会讲以前的人怎么样？他就是进口2个货柜的瓷砖进来，东南亚进口瓷砖进来然后就缴个关税进来台湾，什么检查都可以不用做，然后就可以卖了，就这样就怎样就倾销就被倾销了，然后就一直以来也没什么管这样，然后后来是什么瓷砖工会然后他们是主动去经济部那边，然后去提，然后请他们去立案调查，然后开始你东南亚的时候你要卖来台湾，你要过一些检查好，你不觉得这个很有既视感吗？现在我们消费端的市场就是发生这个问题大家是不是很喜欢去淘宝买一些电器回来用，什么煮饭的啦，什么淘宝很屌的吹风机啦，或者什么，然后你在下单的时候你就跟那个客服说你要110的电，他们就改了就寄回来就给你用了就这样，你就收到你就在用了。好，请问他有过台湾的电检吗？没有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走小额这样子进来他就可以卖？你要在台湾卖没有不行大家公平竞争，但公平竞争的前提是什么？是公平嘛？你不能说你都没有进来过我们台湾的各个3C要电检然后保健食品的话要过我们的法规，你什么都没有，你进来你就要卖，那对我们台湾其他的中小企业来说就很不公平，就真的是很不公平，这不对等的竞争。对，所以我是认为这个门槛就是要树立起来。那门槛树立有2种方法，第一个你提高关税嘛提高不是说提高关税的钱，只要东西进来我们都有关税的这个关卡，这个东西要生效，不要再放2000块新台币的那个缝让人家钻了那你第二个方法是什么？你要过检查你要过检查。
那就会被倒逼什么？倒逼对面的商家他要过台湾的检查，当然会造成他的成本提高。那他造成成本提高之后，他要卖高，此时就有望来跟我们台湾的中小企业怎么样的生产成本来个平起平坐，就这样嘛。你要竞争的前提之下，你是要公平啊，你不能说就这样小额包裹就这样散货就进来了，然后进来就在卖，那我们怎么玩那或是你就进来都不用过检查你拿到市场中又有那个虾皮那你就自己在那边卖。很不 OK 啊所以我们台湾在消费市场上的监管的力度上还是很需要加油的。监管力度变严格，对消费者来说可能会变麻烦，但是长期来讲，也是确保那边该该叫的消费者他的饭碗真的是这样。我的立场还是，这是台湾不要再放任各个国际等级的巨兽就来我们台湾这样子，包括靠钱，你知道，一直靠，他们的钱会留下来投资台湾，并不会啊。他该缴的税什么的缴完，是不是钱就全部回去？就像我们台湾在赚那个美国的外汇一样，会回来去建设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个就我们台湾很有钱是一回事啊，但是对不对？有钱要低调。你看韩国然后中国跑来台湾赚台湾人的钱，然后就走了然后他的产品也没过什么台湾的检验比方说你买了一个吹风机，吹一吹的时候。那个烧起来没过台湾的电检嘛，不 OK 嘛？烧起来以后怎么办？谁赔你啊？没人赔你啊，一地鸡毛。这些外部成本谁来负责？台湾自己负责，不会讲反正就是这样。我赞成，我也赞同蔡明忠先生政府应该要即刻的行动起来。你先把它立起来，不然会变成大家都立了，然后你还在那慢慢拍，变成你有洞可以钻，然后大家就海量的那个就会冲进来这个我们都体会非常多次了，绝对不能够小看中国商人的执行力，真的是不能小看。甚至再讲的严重一点以台湾电商来讲，今天是 Momo 呢，Momo 已经是台湾电商本土龙头了，他出来讲这个话呢，你要说是台湾的电商生死存亡之秋，我个人认为这没有超过。要推荐你一堂，就是怎么做品牌代理的线上课程，Alan 哥的从零售电商到品牌代理，打造低风险创业，建立商业护城河。名字有点长不过就是做品牌代理的。我先讲一下那个 Alan 哥是谁你应该看过他，你都会看到我这个频道了，你应该会看到他，应该早就看过他了，甚至你就是他的铁粉这样。在 YouTube 上叫 Manscan 玩物质本人65万订阅，商业频道你给他做到65万订阅，这很夸张了呢那他除了是我们 YouTube 上的前辈以外，也是电商界的大前辈，真的他品牌代理商的经历他已经做快20年了，然后他的等级已经不是什么某某电商讲师的这种，而是电商界的老师傅、老塞或是业师的这种等级。如果我刚进电商的时候就有这堂课可以看，少走很多弯路，我跟你讲。所以我非常的推荐 Alan 哥在 Price Play 开的这堂课。Alan 哥会跟你分享他20年来的实战经验然后就是说进货来卖升级到品牌代理怎么谈，通路怎么铺让你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上。你问我说这堂课的含金量高不高？我只能说我就刷卡了嘛。而且前面分享的品牌代理实战技法也是 Alan 哥私下教我的干货真的是非常的专业代理这件事情，想知道这堂课有多重要吗？来，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你今天去淘宝或是1688，或是拼多多选品想说这就是我独到的眼光挖到宝安诺图安诺那你信不信？你今天卖的不错，明天就会有人跟进。就这样然后就要斗价钱。但如果你跟 Alan 哥一样飞去海外挑产品，竞争会少非常的多就会少基本上你很难再遇到一堆人涌进来跟你用同个品牌的商品给你拼价格这种鸟事。品牌代理这件事情本身就有门槛，要是没有门槛的话，对不对？那早就会被玩烂了。然后品牌代理你看直到现在，我看起来这堂课是市面上非常稀有的，专门在讲这个品牌代理这件事情其实它商业模式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只是就没有人把它浮到水面上去讲。那你对这堂课也有兴趣 ，Alan 哥也给我们频道的观众一个专属的优惠码你只要输入 TONY500就大写就 Tony 500，就我嘛电商 Tony 城嘛，就可以再折500块给你。课程的连结已经放在资讯栏你就把它点开来看看。你不买课，你要知道说品牌代理我们电商从业人员嘛，品牌代理大概是什么样子，你去看一下它课的结构目录长什么样，就这样那我非常的推荐这一门课程，去买就对了，为自己的生意上个保险，开拓自己的眼界。